大家好，年关近了，有亲戚问过年有没有大白菜啊？现在要从种子开始种植的话，在时间上也太强人所难。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是比问题还多啊，有法就可破。直接移植几颗柯子白菜不采收而种到结球啊！这个柯子白菜撒种与移植的影片再另行交代。而一旁这菠菜是西螺大叶菠菜的品种，如果种植空间小，可以选种这种品种啊。这种品种很适合家庭种植，它的茎比较长，却非常细嫩，碰触到很容易折断，但是延伸的叶片却很大片啊。利用摘叶反复采收的方式，细嫩好吃之外，采收也非常方便。而最大的缺点是太细嫩，导致不容易运送啊。这也是从多种品种尝试后，最后挑选下来的品种。家庭种植有长者或小孩都很喜欢的菠菜品种。接下来这算是隐藏版的高丽菜与结头菜。这样的种植方式很贴近自然农法，不是刻意不除草，而是种植期间雨水多，这又靠近环绕水池，以至于土壤非常湿黏，不容易进行除草。除草时也容易将土壤带起啊，因此当初就在两排中间先挖一条沟槽，加强排水。翻松土壤利拢，简单移除大草后，就进行种植啊。在移植完之后，盖上防虫网后呢，就完全采用放养的方式，连水也没有浇啊。而草都长成这样，当然也是更没有施肥啊，单纯也是在消化掉菜苗。所以前半段的影片不是遗失啊，而是根本没有拍摄。现在想要呈现这部影片的原因呢，也是要说明采用物理防治防虫网的效果。当然也算是在挑战说故事的能力啊。既然都选择自己种菜了，药物考量上，十字花科类也应该要尝试看看了。一般人会觉得种植十字花科类很麻烦，这样盖网后，若是一开始有进行场地整理，中间过程就算不予理会，自然生长也会比现在的状况好啊。在几十天没下雨、不浇水、杂草掩护下，土壤也不会太干。而现在进行除草的原因，是因为要下雨了，一直在等待土壤变干，让湿黏的状况消失啊。在下雨前，若不趁机将这些杂草拔除呢，土壤又会变得湿黏之外，杂草生长速度也会加快，还长草籽啊。而这些杂草的掩护下，也让蚯蚓在下方维持很好的活动力。这沟槽里发现不少引粪，依据土壤归纳法可以得证啊。通常出现这句话呢，表示该题结束啊。整理好之后，才想到这里还有8颗结头菜。结头菜目前正进入结球的状态，感觉有机会赶上过年。而一旁还有8颗高丽菜，靠水池的6颗则是专业育苗场硬塞给家母了，还特别说是很好吃的品种。目前怀疑可能是雪翠了，也要进入包覆的状态。事实证明呢，要顺利种植十字花科类，在前期的防虫网设置后，也可以很轻松啊。有人心动也想种植的吗？就来插播一下灌溉河道另一侧退休人员初次种菜的成效。这位置原本都是鬼针草啊，他很有耐心的清理后，陆续建立出菜床。原本是要让草长出来，再慢慢多清理几次啊。跟他建议说，学着跟杂草共存，先种植高大作物。高大作物长高后，因为间距大，要除草也容易啊。
另外，除草后作物高大，也有压抑杂草生长的效果。结果他竟然种得这么厉害，而初次尝试种植就选择十字花科类，真的是高手。由于只开始下很小的毛毛雨，就顺道将沟槽进行重建。除了是清理崩落的土壤，也是帮这些作物几乎都出现的裸根进行覆土啊。会出现裸根不只是土壤崩落的原因，也是在反映水的不足，毕竟都没有浇水啊。而高丽菜与结头菜植株比较大，对于水的需求也远比杂草大，光靠露水算是很难解渴啊。所幸杂草也可以帮忙抵挡日照，而这样将沟槽挖深与挖宽，除了可以顺道清理掉比较粗大的杂草底根啊，也要把沟槽里的引粪土拿来添肥使用。自然农法也不是完全一切顺其自然啊，能提供一点来自自然的帮助，菜总是可以活得更轻松。而在下雨前挖深沟槽，除了方便排水，雨太大时也方便把蚯蚓引到菜垄上。另外，因为已经进行除草，又都进入结球的状态，甘蔗酵素与草木灰腐殖土雨后就可以再派上用场。最后就是这样挖沟后，使用慢烟浇水时会更为方便。毕竟高丽菜结球时是一层一层由外往内包覆啊，浇水时得从下方别在菜心的位置浇水啊，水包在菜叶内很容易导致内部腐烂，这是种植高丽菜需要注意的地方。而将结头菜扶正，可以让结头菜长正一点啊，整颗的形状会比较圆，而不会有宽窄不一的状况，这是个人的想法。另外会出现宽窄不一的状况，日照可能扮演很关键的因素了。扶正后可以发现都倒往右边啊，向光性的原因，太阳的轨迹就是在靠右边的南边。盖完网之后，来看一下与杂草共存的状况啊。通常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或是零散时间，才会去做专门除草这件事啊。而右侧的杂草大概只能做简单的清理啊，在过年前应该是有心无力整理了。由于平时吃的菜大都以后院为主啊，前院有不少菜是可以反复采收，这些的目标就可以当做年菜使用，尽量让返乡的人吃到爽算是很有诚意了。而这四季豆正在开花结豆中，目前还在找可以追种的空间啊。不过看到的却是内部有很高大的杂草，光它的草根就这么粗啊。一旁这则是桃太郎番茄，无聊性的又剪枝进行扦插一切就等活了，再找空间移植啊。至于这已经进行补苗的有24颗青花笋啊，移植后呢还没进行盖网，今年感觉叶菜儿比较少，也就不急啊。另外左前方这则是搭配蓄水池陆续种植的诚意年菜啊，大都是短天期又可以反复采收的叶菜类。最后这则是蒜头的现况，此区块是使用去年的隧道梗进行覆盖，隧道梗腐化的速度非常快，而中央区的则是用完整稻草进行覆盖，这则是已经除过一次草，下方土壤有些掩埋水池里的大坪与黑淤泥啊。今年为何日前会下田去剪了10袋的隧道梗？因为选择先与杂草共存的方式种植，
蒜头除草过程为了快速，很容易把稻梗一起拉起来。这没有铺设稻梗，在进入结球时会有很大的麻烦。结球时不宜过于潮湿但是天气一热呢，土壤无法保湿的话，时常浇水，土壤会变得非常硬因此除草后，新的穗稻梗会比较容易再铺回去算是事后补救的方式谢谢收看。